这台宝马为了给陈师傅让路，结果前轮掉下去了。你们说我用挖机帮他拉一下，给不给收费？嘿嘿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新挖机。今天我们把新挖机停在家里面，换一台辣挖机去干活。现在我们就把这台挖机放到这个瓶里面啊。这个瓶呢是一个邻居，他一直也没有在家呀，所以就当成了我挖机临时停车瓶。为什么我不用新挖机，而要拖着旧挖机去干活呢？因为最近经常下雨啊，这个事情实在太少了。你们看，我这台挖机都已经回来1个半月了，才做了156个小时，这个生意可以说是相当差大。所以说兄弟们，你们要是跟谁有仇啊，就叫他买新挖机，保证会跟陈师傅一样的，买回来挖机就天天在家里面晒太阳。所以说我现在这个活要是少的话呢，新挖机就不开了，每天就开那台旧挖机去做事。当我开着拖车去拖那台旧挖机的半路上，有一个宝马车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我就按了几下喇叭，也没有看见它动。然后我就找下去看这个车啊到底怎么回事。结果车里副驾驶的位置上有一个美女在睡觉，然后我就叫醒她，告诉她我的拖车要从这里经过，让她让一下路。可能她呢也不是我们这附近的人，不知道哪个地方快一点才能够让我过去。然后我就告诉她呀，爬了这个上坡，这里就有一个稍微快一点的地方，你只要把车子停到边上就可以了。本来他倒好了，这样停着我就可以过去了。可没想到呢，他又往前面开了一下，结果这下好了，前轮掉下去了。这个美女呢就焦急万分，她跟我说是因为让我的车她才开成这样的，要我想办法帮她把车子开出来。你们说这个我怎么开得出来咯？我就跟她说我是个开挖机的，要不我用我的挖机来帮你调一下。我告诉她我挖机的出厂起步价是600，因为这个是让我的车要开下去的，那我就负一半的责任，只收他300。后来他想了想就答应了我，然后让我赶紧去把挖机拖过来。这个真的是没活干了之后，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制造一大生意出来。嘿嘿嘿，看来以后有事没事还是要多把挖机拖出来转一转，说不定就能够碰到一个事情。来到这台旧挖机这里，我赶紧要表弟上拖车，怕去晚了他自己把车子开出来了，那300就挣不到了。可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。当我把挖机快拖到车子那里的时候美女竟然打了个电话过来，她跟我说她家里面来了几个人帮她把车子竟然抬出来了。所以这个300又没有挣到了，我就只能把挖机又拖去另外一个地方干活了。当我开着拖车经过她车子这里的时候，没想到她真的开出来了。然后美女的家人笑着跟我说，陈师傅不好意思，没有让你挣到300块。挖机又只能在家里面晒太阳了，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完了，挖机又坏掉了，每天挣的还没有修的多，不是在修挖机就是在修挖机的路上。陈师傅真的是太难了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，陈师傅一上沙只挖3米沙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沙上，虽然也只要做1个小时，但是这个活没有1080，而只有680。为什么只有680呢？因为东家跟我说这个井不需要挖3米沙深，只需要挖2米就行了。2米的话肯定费用就要少收一点才行，毕竟还不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，有680也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就1分熬的功夫，这个井就被我挖好了。陈师傅挖的根本就不要用尺子量，绝对是2米刚刚好。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然后收工，东家叫我去他那里吃早餐，顺便把那个挖机费用结给我。不到半个小时就680，今天又是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然后东家要我打一张条子，要我开挖机，我继续可是出了名的厉害，但是要我拿笔洗字，我是真的不会洗。我一下问东家这个字怎么洗，那个字怎么洗，东家就不耐烦的跟我说，你不会洗就不要洗了，你只要把这个680的大洗上就行了。最后把自己的大门洗上，然后把日期也洗上。这写几个字比我开挖机还难多了。正当我把挖机准备往下一个工地干活的时候，没想到挖机坏掉了。你们看这个链条它有多松，开在很平的路上，挖机链条都容易掉出来，所以又不得不把挖机开到这个摩托车修理工这里来，要把链条修一下才行。这修摩托车的大哥跟我说，链条长了就要我拆掉一截，因为我也不是很懂，我就跟他说，反正挖机已经交给你了，你想怎么修就怎么修，反正要把它修好。
然后他就首先把链条把上面那几个螺丝烧掉，这样就可以把链把拆下来，再把这节链条的两边销子打出来，这样就成功把链条拆掉了一节。接下来就是装一根销子进去，把这个链条接起来。这种销子呢，他给我准备了2种，一种是可以活动的，就是销子比较小，根本就不要用锤子敲就可以装进去。但是我担心它用久了掉出来，所以我就要它装这一种比较难装的。这种销子就拿得敲进去了。他们2个人轮流敲，也不知道敲了多少下，反正就是纹丝不动。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先用火烧一下，把它烧红，再用大锤一直敲。这个办法还真的有点用，只用了几锤就敲进去了一半，但是剩下的这一半又拿得敲进去了。每敲几下，他们2个人就跑到那边看一下，发现还是敲不进去，没办法，又只能先把它烧红，然后继续敲。这个锤几下锤累了，就换另外一个人来锤。但是这个大哥第一锤就把我吓了一跳，这好像是没吃饭一样的，锤子都感觉有点拿不动。又锤了几十下，还是锤不进去。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所以又把它烧红。然后2个人轮流敲了很久，总算是把它敲进去了。接下来就要把链条打上防油才行。这个自动防油枪打了10来分钟，链条没看见一点反应。我跟他说是不是没有防油了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这里面真的没有防油了。然后他又搞了一桶新防油，装了很多到里面，结果这防油枪还是没用。所以说电动的还是不如手动的。你们看这个手动的防油枪，肉眼可见的速度，这个链条就打紧了。这边的链条装好后，我看了另外一边好像也不行了，所以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，先把链把拆下来，然后把链条上的销子打出来。但是这一边装就没那么好装了，他们2个人在那里弄了很久，这2节链条总是接不起来。我觉得从前面引导人那里拆可能好装一点，但是他们2个人呢，认为从这个齿轮这里好装一点。他们2个人从白天搞到天黑，总算是把链条的这2节合拢在一起了。趁我没有注意，他们给我装了一根活动的销子，被我发现之后，我叫他们立马把这根销子打出来，然后又重新装了一根比较难装的销子，这根销子就更加难得打进去了。反正他们该想的办法全部想了，一边烧红一边敲，2人轮流在那里反复的敲，反正就是敲不进去，整个链条都被他们烧红了。他们2个人说今天不把这根销子敲进去，他们就不吃晚饭。最后2个人实在是敲累了，又叫了一个帮手过来，在他们3个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总算是一点一点的敲进去了。就这一点点事情，我们从白天搞到晚上，几个人都饿着肚子没有吃晚饭，直到完全修好为止。本以为把防油打上后就可以收工去吃饭了，正当我准备上拖车的时候，发现刚刚都亮的灯突然有2个不亮了。没办法，所以又要把这2个灯修好才行。第一个灯是一根线断了，把线接上之后就没问题了。但是第2个灯呢，好像是灯泡坏掉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以后买个灯回来再修了。有这3个灯其实也挺亮的。把挖机开上拖车之后，摩托车修理工说要我把这个链条把还有这2节链条给他。我跟他说这怎么可能，这是我的东西，这个我都要带回家的。然后问他要多少修理费。涛哥辛苦了，来，好多啊修理费。一人250，一人250啊。今天挣680，去了500的修理，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